把 Codex 训练出来的 AI 技能直接扔给 Claude Code， 后者的表格任务得分居然从 22.1 一路飙升到了 81.8， 甚至比他自己从头训练的 80.4 分还要高。这是个漏洞吗？不是，是微软搞出了个新路子。这就是微软推出的文本空间智能体技能优化器 ScaleOpt。 它不调动大模型底层全值，而是把 AI 的技能变成一份纯文本说明书来反复迭代。那怎么让说明书自己变聪明？别急，往下看。回顾本频道过去8期追踪的微软演进路线，从端侧私密高效到分层控制架构，微软这次终于迎来了跨端知识工作交付的决定性突破。这套路子以前谁试过？没有。过去你在让 AI 处理复杂文档时，常遇到指令越改越长，效果越来越偏的窘境。为什么越改越偏？因为传统大模型压根儿缺乏类似神经网络训练那样的严格纪律。ScaleOpt 彻底打破了常规思路，它把目标模型彻底冻结，派出一个独立的优化器模型，专门对着单一的自然语言技能文档进行审阅和修改。就这一步，模型不动，动的是外挂说明书。它甚至把深度学习的训练纪律搬进了文本里。只有当独立验证集上的分数出现严格提升时，这段编辑才会被放行，同时配合拒绝缓冲区，防止模型学坏。账就这么简单。这本质上是一种文本维度的知识蒸馏。优化器不断向技能文档灌输高质量的交互经验，把繁杂的试错过程压缩成一份高效的行动准则。没别的，在一项跨框架实验中，研究人员让 Codex 在 Spreadsheet Bench 任务里反复撞墙优化，然后把最终生成的技能直接丢给完全不同的 Claude Code 运行。Claude Code 为什么能直接吃透？因为它读的是标准契约，契约是核心。借由这套契约规范，它最终吐出了仅含10到4个编辑组、1000字以内的纯净 Markdown 文件，这就叫轻量。文件很小，胃口不小，但跨模型迁移并非万灵药。在 GPT 5.4 家族内部， mini 模型能稳稳保留 82% 的域内增益，可一旦换到更小的 nano 模型， Spreadsheet Bench 的保留率直接掉到了 16%。 跨家族模型能用吗？悬。更有趣的是 Life Math 数学任务在 nano 模型上跨模型迁移的得分达到了 28.8， 反而高过了他自己从头做 ScaleOpt 优化的 27.2 分。为什么会出现反超？因为有些底层逻辑压根不挑模型体量。不过这套方案并非没有代价，跨基准测试的训练开销跨度极大。像 Spreadsheet Bench 只要60万个 token， 而复杂的 DocVQA 则直接吃掉了4640万个训练 token。 训练要花多少 token？ 几千万个。在旗舰模型 GPT 5.5 上，这套方法的威力全面爆发。无论是直接对话、Codex 智能体循环，还是 Claude Code 环境，平均准确率全部暴涨了近20到25个百分点。不属实会增加延迟吗？零额外开销。微软在最新的 V0.200 版中更进一步，直接推出了名为 ScaleOpt Sleep 的夜间离线自进化引擎和配套 CLI， 让 AI 能在夜深人静时自动打怪升级，离线跑出来的技能第二天直接拿来用。爽。但你必须泼一盆冷水，技能迁移存在非对称性，像表格结构检查这类程序化规程高度可移植，而重度依赖底层推理的 Life Math 任务 Codex 迁移到 Codex 时只保留了 10% 的增益。自然语言优化的本质是抽象出与执行框架无关的声明式工作流，实现部署时千零推理开销，零推理开销。基于此理念，再看 CTI Real-M 沙盒中那37份安全报告，部署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。微软正在系统性的用纯文本契约打通异构智能体的工作流闭环，安全分析师的日常正在被这种沙盒改造。这盘棋下得很大。这给开发者的最大启示在于，你完全可以在推理最便宜的廉价环境中集中烧 token，
训练技能，然后把编译好的纯文本说明书直接无损部署到各类生产大模型中。你要是维护过异构 agent， 这段绝对值得反复看。通明，先确认许可证准不准，商用，显存低于推荐值就别试。重度依赖推理的复杂任务千万别硬搬，代码库里直接装个 CLI 试试，反正开源不要钱，拿走就能用。